在黎氏天族众人对楚风的态度发生翻天覆地之变化的同时，楚风自然也都听到了他们的谈论，但楚风却没有丝毫反应，因为对这一切，楚风早有预料。这也是为何楚风敢在黎氏天族逼得那黎太乙向自己下跪道歉的原因。楚风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眼下，楚风所布置的阵法早已完成，而他正在催动阵法。他要在这个封闭的黎氏组织阵上面硬生生的撕开一道门，这是一件很难的事，但楚风却是胸有成竹。不过短短半个时辰，在黎氏组织阵的地表之上便出现了一道结界门。这道结界门与正常的结界门有所区别，它也是椭圆形，但却很小也很窄，并且不断的抖动着，看起来非常的不稳定，甚至很危险。可就是这样一道看起来如此扭曲且危险的结界门，却让黎氏天族的族人为之一振。他竟真的做到了，真的硬生生的在我族黎氏组织阵撕开了一道口子。黎氏天族众族人内心振奋，毕竟黎氏组织阵除非自动开启，否则没人能够进得去。但是眼下来看，楚风似乎快要做到了那没人能够做到的事。这门很古怪，并且不稳定，甚至很危险。黎氏天族族长说这话的时候，眉头微微皱着，他其实是害怕楚风不进去，但若是楚风退缩，他也不会怪楚风，毕竟这门的危险每个人都感受得到，而楚风只是来帮忙的，大可不冒此险。可谁曾想，楚风身形一纵，竟直接从那结界门内钻了进去，他竟真的进去了。看着楚风进去后，黎氏天族众人内心复杂，他们是没想到楚风会如此果断，但同时也为之庆幸。楚风既然安然进去，那么也许这黎氏组织阵还真的有救。楚风穿越那道结界门后，结界门便消失了，而楚风此时则是落入了一个浩瀚的长廊之内。与此处类似的地方，楚风已经走过太多，所以楚风做到这里面的一切虽然非常壮观，但其实都是阵法所化。强大的界灵师可以顷刻之间打造出磅礴的宫殿，就连内部也是精雕细琢。而这样的手段，楚风早在祖武下界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所以身为界灵师，对于类似这样的遗迹或者阵法，楚风再熟悉不过。也正因了解，楚风才小心翼翼地向长廊深处行去。他很清楚，若是一个不慎，丢的可能就是他的性命。而令楚风意外的是，一路走来竟出奇的顺利，并未遇到什么阻碍。不过这并不是因为这黎氏组织阵本身就如此的畅通无阻，如此的安全。那墙壁上的痕迹让楚风明白，不是这条路没有机关，而是那些机关应该都被人破了。楚风猜测，破阵的人很可能就是黎月儿。想到这里，楚风不由得加快了前行的速度。而终于，楚风的前方不再是无尽的长廊，他还未抵达长廊尽头，但却已是看到了长廊的尽头。在那里有着一座浩瀚的宫殿，浩瀚宫殿之中有着磅礴的大阵。此时那阵法之内雷霆涌动，似是又劫难降临于那阵法之中，威势极强。见到此阵，楚风猜测这很可能便是这黎氏组织阵的阵眼。确定前方没有机关之后，楚风便身形一纵，直接掠入了那大殿之中。此时楚风注意到，这座大阵比楚风预想的还要大。刚刚自长廊尽头所见，不过是冰山一角，因为这座大殿非常之大，若是人类汇集于此，这座大殿可以容纳1万人，还绰绰有余。而那大阵却是几乎充斥了整个大殿。此时大阵之内几乎都被那雷霆所充斥，但雷霆的数量却是有多有少，最多的乃是东南角那里，雷霆奔腾，足有数万道。但楚风却隐隐间感觉到，在那雷霆之中好像有人。于是楚风张开天眼，以天眼观察，一切便看得清楚。只是楚风的神色却是又惊又喜，在楚风的眼中，雷霆覆盖的乃是一名女子。这位女子身材有些娇小，可比例却是极好，尤其是女子的小脸长得更是精致得很。只是她有着一抹冰冷的气质，那并非是伪装而来，更像是骨子里散发而出。好在她穿了一条淡黄色的长裙，这裙子虽然不是那么刺眼，可却也有着一抹阳光的气息，刚好与女子那冰冷的气质形成互补，也就让女子看着不再那般冷漠。雷霆奔腾，不断的将少女裙摆掀起，一双修长且白皙的美腿便浮现在了楚风的眼中，瞬间就将女子的美推到了极点。美，这绝对是一位少见的美女，而此女不是别人，正是楚风进入这黎氏组织阵的目的。黎月儿。看到黎月儿，楚风自然欣喜，但同时也很惊讶。楚风之所以惊讶，那是因为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如今黎月儿的修为竟已经强悍到了这种地步。9品5仙，这便是如今黎月儿的修为，并且眼下的黎月儿仍在尝试突破，他是在冲击尊者境，而黎月儿能有如此大的进步，定是多亏了这黎氏组织阵。其实楚风也能感受到，这黎氏组织阵的力量非同小可，的确是少见的修炼圣地。不过可惜的是，这里的天地能量就像是与黎氏天族缔结了契约一般，似乎只有黎氏天族的人可以使用。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至少是无法领悟此处的天地能量。但是黎月儿明明是在利用此处的力量尝试突破，所以尽管只是猜测，但楚风却觉得多半也就是这样的。想一想，楚风离开百炼凡界之后，经历了多少磨难，闯过多少境地，才有了今日的修为。可是黎月儿只凭借这一座黎氏组织阵，便有如此大的进步。由此，这充分的验证了一句话：修武者的世界，天赋、努力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最终能够走到哪里，还是要讲求机缘与气运。若没有足够的机缘和气运，除非真的天赋逆天，否则再努力也是没用的。对此，楚风可谓深有体会。若非气运在身，多次有高人相助，楚风一路走来，也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忽然，黎月儿的小脸变得扭曲，面露痛苦之色。这丫头似乎遇到难题了。
楚风其实早就发现，那阵眼之内的雷霆是因离月而起，在这离世祖之阵之内，离月若想突破修为，绝非是领悟天地能量就行了，他还需要承受着阵眼力量的考验。看来要帮一帮这个丫头了。楚风说话间便打算踏入那阵眼之中，此阵只有离世天族人可入，你若进去，可不会有着丝毫收获。可就在此时，一道浑厚的声音却忽然在这大殿内响起。楚风四下观望，却没有看到任何身影，同样的也没有听出那声音究竟是从何处传来。敢问前辈是何人？楚风抱拳问道。我是何人，你无需知晓，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此处的力量只可为离世天族族人所用，虽然好处只有离世天族的后人可用，可你若是进入此阵，那雷霆依旧会攻击你。简单的说，好处你得不到，坏处你却一样也别想落下。那声音再度响起，我并非想得到此处的好处，我只是想帮帮我的朋友。楚风说道。帮他？你一个区区小辈，也不仔细看看那雷霆的厉害，你若踏入其中，必将形魂俱灭。那声音变得讽刺。多谢前辈提醒，不过在下自有分寸。楚风说完此话，便直接踏入了那阵眼之中。此一时，那雷霆疯狂地攻向楚风，可是楚风却是毫发无损。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一道圣级结界之力覆盖在楚风的体外。你这小鬼，竟是圣桃界灵师！此时，那大殿内的声音中充斥着一抹诧异之色，而楚风却不再理会那个家伙。他知道离月儿现在突破乃是关键时刻，他必须帮助离月儿突破才行。所以踏入那阵法之后，楚风来到了离月儿身后，盘膝而坐。很快，那九龙圣袍的形态便显现而出。这界灵长袍竟有如此力量！那声音越发惊讶，他似乎能够感受到，伴随着那九龙圣袍的出现，楚风的结界之力变得更为强大。结界之力增强之后，楚风的双手捏出法诀之后，便闭上双眼，一动不动了。尽管那阵眼内的雷霆就像是攻击闯入者一般，不断的轰击着楚风，可是攻击楚风的雷霆终究只是少数，阵眼内大半的雷霆却依旧不断的攻击着离月儿，就宛如离月儿才是他们主要的攻击对象。忽然间，楚风的双眼睁开了，与此同时，阵眼内的亿万雷霆竟有大半全部攻向了楚风。而原本有结界屏障的缘故，雷霆根本无法攻击到楚风，但是此时那结界屏障就像是减弱了一般，那雷霆竟然开始伤害到楚风。楚风的脸上也是涌现出了痛苦之色。贪婪的家伙，都说了你无法得到此处的力量，竟然还这么做，真是找死！大殿内的声音越发讽刺起来，他似乎看得出来，楚风是故意减弱结界屏障的力量的，他是故意让雷霆攻击到他。楚风是想尝试在这大阵内得到收获，可是大殿内的神秘存在却很清楚，楚风这样做根本毫无用处。这个家伙到底是在干嘛？可是很快，那大殿内的声音又是充斥了疑问。他发现，随着雷霆不断涌入楚风体内，楚风的身上开始出现白色的光华，那白色的光华乃是极为柔和的天地能量，承受着雷霆之后就会得到这样的天地能量。可是这天地能量只为离世天族的族人所用，外人就算承受了雷霆之后，这天地能量也会消散，但楚风却将这天地能量控制在了自己的体内。尽管他无法炼化这天地能量，但却也不让天地能量离开。可忽然间，楚风那捏着法诀的双手同时抬起，一个按在了离月的后脑，一个按在了离月的后背。下一刻，那汇集于楚风体内的天地能量便开始不断的涌入离月的体内。这个家伙竟真的是在帮月那丫头！大殿内的声音变得又惊又叹，又有些不知所措。在楚风的帮助之下，离月不仅脸上的痛苦之色开始减缓，此处的雷霆也是随之消散。成功帮助过离月后，楚风便从那阵眼之中退了出来。楚风如今已经得以断定，离世祖之阵的变化就是因离月而起，这只是一种反应罢了。离世祖之阵不会真的出事，离世天族祖祖辈辈留下的基业也会保留下来。忽然，楚风的胸口处传来一阵刺痛，但是那次痛一闪而过，楚风以为是先前承受雷霆的副作用，倒也没有理会。小鬼，想不到你竟真的做到了。不过我要提醒你，承受了那么强的力量，你不可能就这样全身而退。若是不信，可以看一看你的胸口。此时，那位老者的声音再度响起。听到这个声音之后，楚风也是赶忙看向自己的胸口，这才发现自己的胸口竟有一道雷霆一样的疤痕。最重要的是，那疤痕就好像具有生命一般。忽然，那疤痕跳动了2下，紧接着那股刺痛的感觉也是随之传来。那一刻，楚风整个人就像被麻痹了一样，一动都不能动，只能承受着那席卷全身的刺痛感。但那感觉却也随着疤痕停止跳动而随之消散。前辈，这是何物？楚风开口问道，一脸的凝重。好歹他也是圣袍界灵师，可是他却看不穿这个雷霆一样的疤痕究竟是什么东西，只能感觉到它好像是一个生命体，就像是寄生在了自己的胸口。别看只是肉身的胸口上，其实连楚风的灵魂都被侵蚀。先前那疤痕忽然跳动2下，就是因为楚风想用结界之力将这疤痕从自己的体内剥夺出来，才产生了反应。所以说，这疤痕楚风想剥夺也是做不到。那是雷咒，是你承受着离世祖之阵所付出的代价，它会不定时的折磨你，直到死去。那声音说道，直到死去，难道没有办法将其除掉？楚风问道。这个东西很危险，楚风可不想让这么个危险的东西一直待在自己的身体之中。很难，除非你得到他的认可，不过这很难。那声音说道，得到他的认可要怎么做？楚风追问道。这很危险，甚至会有生命危险，你确定你要尝试？那声音问道。前辈请讲。楚风说道，不要尝试将其从你体内剥离，将你的武力融入其中，尝试接纳于他，让他与你融为一体。不过我要提醒你，
这种方法很危险，并且这个方法很不靠谱，因为至今为止，从来没有一个人成功的得到过这雷咒的认可，就连老夫也不知道这个方法是从何处传来，到底是不是骗人的。所以啊，你还是不要贸然尝试。虽说雷咒会不定时发作，但至少不会危及你性命。这小鬼的眼睛是怎么回事？那位本来还在讲述着，可是忽然他的声音却是充满了疑问。原来此时楚风的身体产生了变化，那变化主要是来自于楚风的眼眸。此时楚风的眼眸充斥着亿万雷霆，那雷霆与先前阵眼之内袭击楚风和黎儿的雷霆一模一样。多谢前辈。忽然楚风抱拳说道：谢我做什么？那位起初还有些不解，可是当其目光投向楚风胸口之后，他才恍然大悟，因为楚风胸口上的雷咒竟然消失不见。你这小鬼，竟在老夫与你讲述的时候就尝试与其融合，并且你这是？莫非你是成功了？那声音充满惊讶，毕竟这个方法只是传闻，他曾见过许多人使用这个方法，最终却爆体而亡的，这还是头一次见到有人尝试这个方法，竟然成功消失了雷咒。原来前辈您在这里啊！忽然楚风将目光投向大殿东方，在那里有着一座雕像，雕像的顶端有着一个小雕像，那是一只青蛙，为石头制成，西瓜大小，一眼望去没有任何独特之处。可是先前楚风却感觉到有一道特殊的目光自那青蛙的双眼释放而出，凝聚在了自己的胸口，洞穿了自己的衣衫，看到了自己胸口的雷咒消失。所以楚风猜测，那道目光便是那位与自己对话的前辈，竟然只因老夫观察于你，便发现了老夫，你这小鬼到底是何方神圣？那位神秘存在之所以如此惊讶，乃是因他刚刚观察楚风的时候，虽然使用了特殊的观察手段，可是使用的却很隐秘。可就是如此隐秘的手段，还是被楚风捕捉到了他的位置。这说明楚风早有准备，否则不可能做到这一步。这让意识到楚风这个小鬼绝对不是一般的小辈，心思之缜密，倒更像是一个活了多年的老妖怪。况且楚风还如此轻易的便得到了那雷咒的认可，一个如此年轻的圣袍界灵师，一个可以轻易得到雷咒认可的人，并且抛开天赋不谈，心思竟也如此缜密。这种种叠加在一起，连这位神秘的存在对楚风也是彻底的刮目相看。前辈晚辈只是一个普通的修武者罢了，若非要问，那就是我这个丫头有些交情。楚风指着阵眼内的黎儿说道：有些交情便冒如此风险吗？你这小鬼倒是谦虚，你这样的小鬼有资格让老夫记住你。说吧，你叫什么名字？那声音再度响起，只不过这一次这个声音不再是没有方向，此时这声音的方向不仅有了方向，且正是从那石蛙的口中传来。楚风亲眼所见，那石像一般的石蛙竟然开口说话了。晚辈楚风，敢问前辈该如何称呼？楚风抱拳问道。叫我蛙大人便好。那所谓的蛙大人说道。晚辈楚风拜见蛙大人。楚风师以拜见大礼。你这小鬼倒是聪明，不过你既得到了雷咒的认可，若不抓紧修炼，那雷咒的力量也会散去吧？蛙大人说道。那蛙大人，晚辈便尝试突破了。楚风说道。快一点吧，莫要错过时机。那蛙大人摆了摆手，随后楚风便直接盘膝而坐，尝试修炼突破。那个所谓的蛙大人实力远在自己之上，这种情况下楚风反而不担心他会害自己，毕竟对方若是想害自己，楚风就算有所防备也是没用的。黎氏组织阵之外，黎氏天族的族人脸上的情绪都还不错，原来是原本骚动不安的黎氏组织阵，此刻竟然稳定了下来。楚氏天族的这个小子还真是有本事。黎氏战狂忍不住开口夸赞，毕竟是楚轩辕的儿子。黎氏天族族长淡淡的说道。可只是这一句话却对楚风有了极大的认可，可不是传闻，楚风无法修武，怎么就成长到了这种地步？黎太乙一脸不解，也许是楚轩辕故意做的，也可能是楚氏天族故意做的。黎氏天族族长说道。楚氏天族，他们当年对着楚风和楚轩辕的态度，不是？黎太乙以及在场的不少长老都是面露不解之色，在他们眼中，楚氏天族就是一群蠢货，唯一值得可敬的也就楚汉仙、楚轩辕，现在倒是还可以多一个楚风。当年新域主界虎视眈眈，换作是我族，想保留天才，又当如何呢？黎氏天族族长问道。这难道说真的是故意的？黎氏天族众人恍然大悟，但同时仍旧感觉难以置信。到底如何？只有楚氏天族自己心里清楚，但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就算不谈那楚轩辕，可出了这样一个楚风，他是整个族武星域，所有人都会想起楚氏天族这个家族。黎氏天族族长说道。那族长大人，就算上界之门彻底开启，我族也只能与楚氏天族和平相处了。黎太乙问道。你和若初不是说楚风身后有至尊境强者撑腰吗？黎氏天族族长问道。这个也不能确定是不是至尊，而且那两位毕竟已经走了，所以属下刚刚才黎太乙脸色变得难看起来。他的确和黎若初一同向黎氏天族讲述过当初在乌马天族遗迹内发生的事，所以他今日刁难楚风，可以说是明知故犯，他自然心虚。此时还怕族长大人惩罚黎太乙，也有不少人开口求情，就连黎氏战狂都是开口了。不过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黎氏天族族长竟没有难为黎太乙，而是叹道：不管那两个神秘的女子会不会守护楚风，都不能与楚氏天族为敌了。若初，带着楚风回来，你与我随楚风一同去一趟楚氏天族吧，我族与楚氏天族之间的恩怨也是时候做个了结了。黎氏天族族长对黎若初说道。而他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明白黎氏天族族长是打算与楚氏天族和解，他亲自前去便是代表着诚意。若是早些时日黎氏龙王这样做，也许还有人不解，但现在他们都能理解了。楚氏天族有这样一个楚风，他黎氏天族自然还是不要与其为敌的好。相比于其他人，
对于族长大人这个决定，黎若初则是更为高兴，毕竟从一开始他就是主张不要与处世天族为敌的人。族长大人，太乙长老也当同降。说此话的同时，黎若初特意看了黎太乙一眼。此时黎太乙心情很是不爽，他很清楚黎氏天族族长去是谈和解，黎若初去纯粹是因为黎若初与楚风有交情，而他去的话可就没那么简单了。他去自然是向处世天族族长道歉的，毕竟当日在乌马天族的遗迹内，他可是差一点就杀了处世天族族长。对，太乙，你也要去？黎氏天族族长看向了黎太乙，目光中满是威胁之色。看着这样的目光，黎太乙顿时吓得瑟瑟发抖，就算10000个不愿意，此时也只能硬着头皮的施以大礼，说出2个字：遵命。忽然9天之上忽然传来雷鸣之音，见此一幕，黎氏天族的族人都是神色一动。天级血脉者，只要有人突破，便会引来雷劫，这在黎氏天族来说乃是常见之事。只是此时那9天之上的雷霆却是格外的凶残，哪怕见多了雷霆异象的他们，也是被其深深的吸引。好强的异象，是我族哪位长老在闭关？有人问道。此等异象的确少见，就连黎氏战狂这些太上长老也是猜测不定。待得神雷落下，答案自然揭晓。黎氏天族族长说道。大家都觉得族长所说在理，于是便皆是凝视着9天之上翻腾的雷霆，等待着那雷霆落下，好确定修炼者的位置。终于那雷霆自9天之上劈落而下，只是当雷霆落下之后，在场的黎氏天族众人脸色顿时变得复杂起来。他们都很清楚，黎氏组织阵内就算突破也不会引起神雷，除非那突破之人不是他黎氏天族的族人。这样一来，答案也就明了了，那突破自然乃是楚风，难怪会有如此阵仗的异象。搞了半天是神罚玄功，黎氏天族族长啸的意味深长。可就在这时，那9天之上又有雷霆涌现，这雷霆竟然没有散尽，不对，是雷霆又重新凝聚了。难道说那个楚风他在连续突破？黎氏天族的族人这一次都没有多想，就知道这神雷乃是楚风引来的，毕竟此等威势的雷霆连他们的族长大人都引不来，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妖孽吧，连突破都是这么的不同寻常。黎氏天族族长说道。没过多久，这道雷霆便劈落而下，可是紧接着又有雷霆在9天之上涌现，并且这一次的威势比前2次都要强了许多，莫非又突破了？此时黎氏天族众族人脸上的表情都非常的精彩。可倒也的确符合妖孽的称号。黎氏天族族长一脸苦笑，随后叹道：处世天族到底是做过什么好事，竟能得到上天如此眷顾？在说这话的时候，黎氏天族族长无论是脸上还是眼中都涌现出了浓浓的羡慕。连续3道雷霆落下，楚风的修为已是连续突破3重，直接从7品武仙提升到了1品尊者境。楚风能够做到一口气突破到1品尊者，绝非偶然。楚风这段时间得到过不少机遇，使得他对修武意图有了全新的认识与了解。不过因为之前9龙圣袍反噬的原因，楚风修为倒退，所以无法尝试突破。当然，楚风能够一鼓作气突破到尊者境，与那雷咒的力量也密不可分。尽管凭借之前所领悟的修武之道，楚风也有一些的把握尝试突破到尊者境，但也只是有着一些把握而已。可是当那雷咒的力量与自己融合后，楚风却有了9成把握。果不其然，楚风就做到了尊级武力，还真是不错。此时楚风感受着自己体内以及周围可以受自己运用的尊级武力，整个人也是变得兴奋起来。尽管圣袍界灵师已是拥有堪比1品尊者的战力，但那只是堪比，跟楚风自身修为达到1品尊者完全是2种含义。此时楚风虽然修为是1品尊者，可是他能使用的手段却还有神级雷纹以及雷霆铠甲，真正的战力可与3品尊者一战，这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竟只是让你达到尊者境，雷咒的力量也不过如此啊！蛙大人的声音忽然响起，此时楚风不由得看向了蛙大人所在的方向，他有些惊讶蛙大人的话，毕竟连续突破3重修为，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些厉害，可在这蛙大人口中却是换来了不过如此这样的评价，这让楚风不得不去好奇那雷咒原本的力量应当如何，于是问道：前辈，雷咒的力量莫非更强？其实我也不知晓，因为还从未见人能够得到雷咒的认可。蛙大人说道。原来如此，得知蛙大人也没有确切答案，楚风倒也放下心来，只要自己没有浪费雷咒的力量便好。随后楚风便与这蛙大人闲聊起来，他是想通过蛙大人多了解一些这黎氏组织阵，当然也想知道这个蛙大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只是这蛙大人警觉性很高，什么事情都不透露，最后干脆以要休息为由不再理会楚风。这样一来，楚风可就显得有些无聊了，毕竟这阵眼之内楚风了蛙大人似乎就没有其他存在了。至于黎月儿，就让楚风更加无奈了。楚风已经连续突破3重修为，直接踏入尊者境，可是黎月儿那个丫头却还在突破中。这种情况下，楚风开始考虑还要不要等待。算了，不等了。终于楚风做出了决定，既然已经确定黎月儿安然无恙，而这黎氏组织阵的动荡也只是因黎月儿而起，并无大碍，楚风也没必要继续留在此处。虽然很想和黎月儿这个丫头聊一聊，可楚风觉得还是要先回到处世天族才行，毕竟他刚刚成为祖武十星第一，外界到底如何看待处世天族还不得而知。决定之后，楚风便将那2颗尊级圣殿珠取出，放在了地上。楚风，可谁曾想，就在楚风离开的时候，黎月儿的声音却忽然响起。楚风回头观望，果不其然，黎月儿已经苏醒，并且已经起身，一双睁大的美眸正盯着自己。丫头，好久不见。楚风笑着对黎月儿摆了摆手。此时楚风内心是喜悦的，可能这就是天意吧。
当他都决定离开的时候，黎玉儿这个丫头却醒了过来。可谁曾想，面对笑脸相迎的楚风，黎玉儿却并没有理会楚风，而是再度盘膝而坐，且闭上了双眼。对于这一幕，楚风有些不解。可忽然，黎玉儿再度睁开双眼，并且一跃而起，从阵眼之内直接来到了楚风身前。就算是幻想，但能看到你也是不错。听到黎玉儿的话后，楚风明白为何黎玉儿会有这样的反应。搞了半天，这个丫头以为自己是突破遇到障碍，出现了幻觉。小丫头，这么久不见，不来个拥抱吗？楚风不仅笑眯眯地说出了这样无耻的话，还做出了拥抱的动作。虽说楚风只是开个玩笑，并没有真的打算去抱黎玉儿，可黎玉儿还是吓了一跳，下意识的便向后缩了一下。想不到幻象里也这么不要脸。黎玉儿皱着眉头看着楚风，虽然警惕性十足，但却并没有生气的样子。怎么，我在你心里就是这么一个不要脸的人吗？楚风一脸的无奈。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清楚，不要脸算抬举你了。大淫魔才合适。黎玉儿冲楚风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楚风倍感无奈，想不到黎玉儿竟然给自己留了这样一个定位。不过仔细想一想，他与黎玉儿之前的事情，似乎大淫魔这个称呼也不是空穴来风。一时之间，楚风竟找不到理由来辩驳。突破成功了呀，那便好。无奈的楚风只好转移话题来掩饰自己的尴尬。可是听得楚风这样一说，黎玉儿才猛然反应过来，原来自己此时的气息已是一品尊者，并且还是毫无掩饰的外放出了自己的气息。自己竟真的突破成功了。既然突破成功了，那就不该出现所谓的幻想才是。这难道不是幻想？黎玉儿眨巴着大眼睛，一双美眸中涌现出4个字：不知所措。哪来的幻想？我就真的那么像幻象吗？楚风问道。黎玉儿没有回答楚风，而是将目光投向那个蛙大人所在的方向。很快，黎玉儿便再度将目光投向啊，真的是你啊！可是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对于此时黎玉儿的反应，楚风倒也能够理解，他定是暗中与那个蛙大人进行了沟通，是从蛙大人那里得知了这一切并非幻象的事。其实我刚刚说骗你的，我是幻象，不是本尊。楚风笑嘻嘻地说道。逗我玩，很开心吗？黎玉儿有些不高兴地撅起了小嘴。楚风可知道这个丫头可不像她姐姐那么好说话，所以不敢再逗她，而是老实交代，说出了事情经过。随后黎玉儿也是与楚风讲述起关于这离世组织阵的事情。离世组织阵分很多关卡，每层关卡通过后都会得到一定的收获，但是都在那长廊之中，一般人根本无法进入这座大殿，也无法见到这座阵眼。哪怕他姐姐黎若初当初也只是进入了这座大殿，但却未成功进入这座阵眼。黎玉儿能够进入阵眼修炼，乃是他得到了这离世组织阵的认可，所以黎玉儿短时间内是不会离开离世组织阵的。他打算继续在这离世组织阵内修炼，直到无法继续修炼为止。对于黎玉儿的这个决定，楚风也能够理解。修武一途何其艰难，黎玉儿能有如此机缘，自然应当好好把握。换作是楚风，楚风也会一口气修炼到底。所以楚风还要麻烦你与我族人说，不要担心我。黎玉儿说道。这个我自会去讲，你不必担心。不过来都来了，这份礼物你总要收下吧。楚风说话间，将那已经放在地上的2颗尊者级圣殿珠递给了黎玉儿。这份礼物怕是太贵重了吧？黎玉儿本来还想推脱，可是楚风自然不会给他推脱的机会。一番语言轰炸之下，黎玉儿也只能默默接受，只是却略感遗憾的叹息一声，可惜只有2颗，不然与你一同进入天庭圣殿，定然会更有趣。黎玉儿说道。你我想到一起去了，所以我也有所准备。楚风说话间，又取出2颗尊者级圣殿珠。他之前就是想与黎玉儿一同进入天庭圣殿的，这也是为何他要收下蛋台天族4颗尊者级圣殿珠的原因。想不到你竟是有备而来，那我们就一同看一看这尊者级的圣殿珠进入的天庭圣殿是何模样吧。黎玉儿说话间，便将锁珠与解珠放在了掌心。当2颗圣殿珠相互碰撞之时，其手便闪烁其微微光华。与此同时，黎玉儿的整个身体也是被这抹光华所覆盖。楚风知道黎玉儿此时怕是已经进入了那天庭圣殿。见此情形，楚风也不怠慢，让手中的2颗珠子碰撞在了一起。猛然间，楚风的周围瞬息变化，他已身处浩瀚星空之中，他的脚是悬空而立的，一眼望去竟是无穷无尽光芒闪烁的星辰，哪怕向下观望也是无尽的星辰，这感觉如此的真实有力。此时楚风变得兴奋起来，他很清楚那久违的天庭圣殿即将再度出现。在浩瀚星空的深处出现了一个耀眼的金芒，那金芒可不止耀眼那么简单，那神圣的气息令人发自内心的对其产生敬畏。但是很快的，那刺眼的光芒开始渐渐消退，楚风能够看到消退后的光芒化作了一座大门，那道大门正是锁珠之内的那道大门。眼下这道大门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向楚风飘来，越是靠近，楚风越是能够感受到这大门的恢宏大气，气势磅礴。此门之大，胜过九州大陆之所有土地面积，并且天庭圣殿比天还高，所有建筑材料都是稀世珍品，价值连城，用料如此考究，可想而知打造如此大的宫殿花费了多少物力。楚风不是第一次来到天庭圣殿，上一次来还是在白练凡界的时候。可哪怕如今楚风已在上界见过世面，但再看这天庭圣殿，依旧是最为震撼的殿宇。实际上在楚风看来，哪怕是那些上界的殿宇，也根本无法与天庭圣殿相比，完全就不是一个档次。尊者门开启者，供选之物有4个，可选其一。就在此时，一道沧桑的声音忽然传来，这明明是一个声音，却是自4面8方传来，同时汇入楚风的耳中。而几乎在那声音响起的同时，在楚风的前方忽然出现开启了4道门，这4道门
相比于先前天庭圣殿入口的大门小了许多，不过100米高，但依然威风凛凛。而在这4道门的上面，分别有着一个牌匾，4个牌匾上的字迹皆是不仅优美，更是充满了力量。这4个牌匾上的字明显是同一个人所写，可是这牌匾上的字却又各不相同，分别是技法、结界、兵器、秘宝。比之上次进来，倒是有了一些变化。经过一番思索之后，楚风选择了秘宝。随后，楚风便进入了一座大殿之中。这一次，楚风没有上次那么倒霉，没有再遇到另一个人与他同一时间进入了同一个大殿内的情况。只不过，楚风也不能说幸运，因为楚风所得到的秘宝乃是一块生锈了的铁片。楚风看不出这铁片有任何特殊之处，简直就像是一个废品。尽管收获不咋地，可楚风却也只能认命。其实想想也是，倘若圣殿珠每次开启都能得到价值不菲的宝物，那么蛋台天族再大方也不可能给楚风那么多圣殿珠吧？怎么样，收获如何？当楚风从天庭圣殿离开之时，李玉儿正笑眯眯地看着自己。这个丫头先楚风一步回来了。诺，楚风将那从天庭圣殿得到的所谓秘宝递给了李玉儿。这是什么？怎么看不出特别？李玉儿眨巴着大眼睛，仔细端详着，但却看不出任何端倪。这是秘宝，你当然看不懂。楚风笑着说道，我倒是挺喜欢的，要不咱们换吧？李玉儿说道。那你倒是先给我看看你得到了什么？楚风说道。李玉儿没有说话，而是直接从乾坤袋内取出了一根棍子。这根棍子长1米，为碧绿色，似是翡翠打造而成，质感很是独特，但也只是独特而已。除此之外，似乎看不出其他特殊之处。可就是这样一根棍子上面，却还刻写着几个字：乾坤降龙棍。换作是其他人看到这棍子，定会嘲笑，如此其貌不扬的棍子，竟然还起了此等名字，简直狂妄至极。但楚风却一眼便看出这根棍子的厉害之处，这乃是一件半成尊兵。我说丫头，你这运气可以啊！楚风替李玉儿感到高兴，毕竟半成尊兵的珍贵，楚风是有所耳闻的。整个祖武星域，尊者境高手其实不在少数，但拥有半成尊兵者却是少之又少，这可是极为稀少的无价之宝，无数尊者境强者梦寐以求的宝贝。李玉儿能够在天庭圣殿内得到此物，这是何等运气！换！李玉儿将楚风手中的秘宝夺了过去，将自己手中那把半成尊兵递给了楚风。你若喜欢这个秘宝，你拿去便是。换什么换？不接受。然而楚风却是摆了摆手，你若不换，我便不要了。李玉儿将那秘宝又还给了楚风，你不要，那我便留着。楚风笑嘻嘻的将那秘宝收了起来，这个对我来说没用，先借你用用。李玉儿又将那把半成仙兵递给了楚风，别了吧，我用不到。楚风摇了摇头，都说借你用，又不是给你，以后再还给我便是。你若不拿去，我就扔了它。李玉儿说道。行行行，我先借着用用，行了吧？楚风知道李玉儿的性格，自己若是再推脱，他一定会真的扔了这件半成仙兵。虽说这半成仙兵其貌不扬，但好歹也是半成仙兵，堪称无价的宝贝，而它的威力更是不容小觑。虽说这件半成仙兵的品质不如灵狐鸿飞那把荧光开天刀，但若是有它在手，也能够提升楚风的战力。对于现在的楚风来说，的确有用。随后，楚风又与李玉儿叙了叙旧，便离开了此处。只是当楚风离开之后，那蛙大人竟身形一跃，从那巨大的石像上面飞落而下，落在了李玉儿的身旁。我说，丫头，你与那小子关系不浅啊，竟然连半成尊兵这等宝贝都能说送便送。蛙大人说道。本来就是因他得到的。李玉儿脸上没有丝毫心疼之色，反而觉得理所应当。你这丫头想的倒是开，不过也不亏，毕竟那小子帮了你那么大的忙。蛙大人说道。蛙大人，您说楚风他帮了我？李玉儿目露意外之色，何止是帮了你，若不是那小子出手，你莫说无法突破成功，怕是小命都要不保。蛙大人说道。原来是他，难怪。李玉儿恍然想起，之前修炼的时候的确遇到了难关，差一点就无法突破，可是突然那难关便化解开来，并且原本强大的阻力也是瞬息减少了数倍。之前他还觉得奇怪，现在他明白了，原来是楚风在帮他。他可不只是帮你化解阵眼内的雷霆之力那么简单，他是先将雷霆之力内的天地能量转换到他的身体之中，然后再灌输到你的体内，所以这阵眼内最令人忌惮的雷咒也被他解决了。蛙大人说道。雷咒？李玉儿似是忽然想起什么，赶忙转过身去观望起自己的胸口，随后又打量全身，他似在寻找什么，而越是寻找不到，他越是紧张。蛙大人，难道那雷咒落在了楚风身上？李玉儿神色复杂，那不仅是担心，更是内疚。他深知那雷咒的厉害，这阵眼继续走下去能走多远，还全凭李玉儿自己的天赋。可这第一关却是最危险的，之所以危险，便是因为那雷咒。雷咒不仅会伴随一辈子，并且在突破修为的时候，雷咒特别容易发作。试想专心突破的时候，忽然剧痛缠身，连大脑都不清晰，还如何突破？所以李玉儿才会有如此反应。他是害怕因为自己而害了楚风，的确落在了楚风身上，但那雷咒却被他化解了。楚风得到了雷咒的认可。蛙大人说道。竟得到了雷咒的认可？李玉儿惊讶不已。总之你这个朋友有点厉害，并且对你也是不错，多亏了他，你才无需承受雷咒困扰，这对你接下来的修炼会变得容易不少。蛙大人说道。这样说来，我又欠了那个家伙一个大人情。李玉儿说道。是啊，这个人情只是一件半成尊兵，可是还不完的。蛙大人叹道。楚风从离世组织阵走出去后，便与离世天族的族人讲述了李玉儿的情况，得知李玉儿竟然已经突破到了尊者境，莫说是离若初高兴的不得了，离世天族那些长辈们也是欣喜若狂。就算李玉儿
比不过楚风和灵狐鸿飞，但是当今祖武星域能在如此年纪踏入尊者境的，也足以傲视群雄，日后的成就更是不可估量。将这个好消息传达给离世天族后，楚风自然就要返回自己的楚世天族。本来楚风通过上界之门就可以直接回到大千上界，但是得知离世天族族长要与自己同行，并且此次前往楚世天族乃是为了化解两族的矛盾后，楚风出于尊重，便决定与离世天族族长黎若初、黎太乙他们同行，通过远古传送阵回到大千上界。然而此时赶往大千上界的人马可不止楚风他们，最先到达大千上界的人马乃是来自2个上界，其中一个名为洪氏兽族。这洪氏兽族外表来看乃是如人一般，只不过他们体内流动的血液却是兽人，所以他们比寻常人类要壮硕许多，通常身高都有3米，身材壮硕，肌肤如石头一般坚硬，且皮肤乃是暗红色。至于另外一族乃是金石王族，这金石王族族长曾亲自来到大千上界，其目的就是受人之托来对付楚风。那时的楚风虽纵横大千上界，但却还未与楚世天族相认，也没人知道他是楚轩辕的儿子。可就在金石王族族长准备对楚风出手的时候，楚轩正法却赶到了。楚轩正法当众宣布了楚风的身份，而对于金石王族更是一点情面也不给，害得金石王族族长当众出糗。自从发生过那件事，金石王族的族人便再也没有踏入过大千上界。而今日再度踏入大千上界的领土，不仅金石王族族长亲自来了，他更是率领金石王族诸多高手而来。如今浩浩荡荡的人马直奔楚世天族的领地而去，一路走来，引起了不少大千上界势力的注意，许多势力还派人暗中跟随，因为他们都能感受到金石王族与洪氏兽族一同前来，定是来者不善。金石王族便不说了，洪氏兽族早在多年之前就曾与楚世天族发生过摩擦，当时为了争夺一宝物，洪氏兽族的族长与楚世天族的族长大打出手，最终楚世天族族长不仅夺得宝物，还将洪氏兽族族长重创。当初洪氏兽族族常便扬言，日后一定要废了楚世天族族长，并且在回到洪氏兽族之后便开始闭关。那件事传得沸沸扬扬，连大千上界的许多人都知道此事。而今日洪氏兽族族长就站在那战船之巅，并且还毫不掩饰的释放着自己6品尊者的气息，所有人都觉得大事不妙。这洪氏兽族多半是来向楚世天族复仇的。终于洪氏兽族以及金石王族那浩浩荡荡的人马来到了楚世天族的领地之外。楚世老贼，给老夫滚出来！猛然间怒喝响起，天地都随之震动。事实上，当他这道怒喝响起的一刻，不仅天地震动，大千上界众人的内心更是随之颤抖。6品尊者这样的存在，没人能够抗衡，连楚世天族族长也是不行。而他这一句话足以表明他是来者不善。此一时，所有人都意识到大事不妙，楚世天族怕是要大祸临头。而楚世天族的族人更是不敢怠慢，赶忙前往族内去通知族长大人。一时间风声鹤唳，众人恐慌不已，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竟然达到了6品尊者，这样的进步也未免太快了吧？这可怎么办？难道真的要开战吗？若是楚世天族败了，那我们的日子也不会好过。此时大千上界各方人马都吓坏了，虽然他们只是尾随而来，想要一探究竟的，但眼下这个结果却绝对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你们放心，我们今日来此只是想向楚世天族讨个公道，今日所作所为都只针对楚世天族，与你们无关。就在此时，金石王族族长开口说道。听得他的话后，那原本担心的人们悬着的心倒是落下了不少，可是楚世天族的族人却更加害怕了。他都这么说了，那几乎确定了他们此次来到楚世天族就是来找麻烦的，果然是来找楚世天族复仇的。这也没有办法，武者的世界便是如此，技不如人，只能任人欺凌。要怪便只能怪楚世天族族长修炼的速度不如那洪氏兽族族长了。大千上界各方势力的人马在暗处窃窃私语，他们好歹都是大千上界之人，就算事不关己，可对于楚世天族所面临的情形，他们也是非常同情的。只是奈何他们也深知修武世界强者为尊的道理，多少势力因为争斗而被人一夜之间从这个世界抹除，所以他们也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父亲大人，您看，不仅楚世天族族人怕，大千上界的那些狗腿子也都很怕呢。金石王族族长身后，一个青年走了出来，此人名为金石伯，他不仅是金石王族族长的儿子，当初更是曾随金石王族族长来到大千上界，并且还与楚风发生了摩擦。只不过他却是吃了大亏，所以他对楚风本就恨之入骨。尤其是当日亲眼见到自己那贵为一族族长、一方上界之主的父亲，在楚轩正法的面前竟然那般卑微后，他对楚世天族也同样恨之入骨。他盼着今日已是盼了许久，而今天终于到了复仇的机会。强者为尊的世界本就如此，今日我要让那楚轩正法跪在我的面前向我认错。金石王族族长低声说道。只是跪着认错吗？金石族长，你也未免太仁慈了吧？一道声音自其身后响起，原来是洪氏兽族的族长。洪氏大人，您准备如何收拾这楚世天族？金石王族族长笑眯眯地问道。别看先前还威风凛凛，可面对洪氏兽族族长的时候，他则表现得非常谦卑，就像是一个狗腿子一般。我准备如何做，你会知道的。洪氏兽族族长的嘴角掀起了一抹冷笑，可是在其眼中却涌现出了一抹阴冷。见此情形，金石王族族长也不再多问，但他知道楚世天族这一次怕是真的要倒大霉。可就在此时，身后却忽然传来阵阵轰鸣，那是敲锣打鼓的声音。什么人这么不长眼？
没看到我们正。听到这个声音，金石王族族长与红氏兽族族长皆是大怒，转过身去，便准备开口大骂。可是当他们看到那来者之后，却是满面呆滞的愣在了那里。那声鸣传来的方向，一小队人马正在靠近，那阵仗远不如他金石王族与红氏兽族的大军威风。可是那在空中飘荡的旗帜，却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神经一紧。那是唐氏天族，身为10大天族之一的唐氏天族，为何会出现在此处，并且还敲锣打鼓，像在庆祝什么一样？对于唐氏天族的到来，所有人都怀揣不解，哪怕楚氏天族也是如此。但面对唐氏天族的人马，却没有人敢不敬畏。哪怕红氏兽族和金石王族那浩浩荡荡的大军，在看到唐氏天族靠近后，也是赶忙退到两旁，为其让开一条道路，生怕阻碍了唐氏天族的脚步。终于，唐氏天族的人马停了下来。莫说战船外的人整齐而立，彬彬有礼，就连从战船内走出的人也是如此。而从战船内走出的人物中，最引人注目的，乃是一位满头灰发的老者，是唐国辉。见到这位老者，人们的好奇心越来越重。唐国辉不仅是唐氏天族的太上长老，还是唐氏天族的2号人物，实力极强。整个祖武星域，他都是有着一些分量的人。哪怕那红氏兽族的族长，在唐国辉面前也是弱了不少。这样的人物，为何会忽然出现在大千上界？为何来到楚氏天族？那敲锣打鼓，又像在庆祝什么？可究竟是在庆祝什么呢？人们心中的疑问越来越深。在下唐国辉，代表唐氏天族前来道喜。唐国辉当着众人的面抱拳施礼。道喜？道什么喜啊？众人不解。莫说众人，就连楚氏天族的族人也是不解。拜见唐长老。唐长老不远万里而来，楚氏天族有失远迎，还望见谅。不解归不解，面对唐国辉这种级别的人物，楚氏天族看守边界的长老们都是倾巢而出，战战兢兢，甚至脸上都有着难以掩饰的恐惧，生怕哪一句话说错，招来杀身之祸。我等乃是不请自来，倒是我等冒失了。唐国辉笑眯眯地说道，态度那叫一个和善。此时，莫说楚氏天族的族人摸不着头脑，大千上界各方人马也同样如此。而那金氏王族和红氏兽族就更是一脸茫然。唐氏天族实力在黎氏天族之上，而相比于黎氏天族，唐氏天族更加盛气凌人，平日里蛮横无理，嚣张跋扈，今日怎么对楚氏天族的这些小长老都如此的客气？快看，那是濮阳天族，还有乌马天族。忽然有人注意到，又有2队人马一同赶来，那分别是濮阳天族和乌马天族。当然，这个乌马天族乃是名列祖武星域10大天族之一的偏族。很快，濮阳天族与乌马天族都来到楚氏天族领地之外，有2人站了出来，在下濮阳东流，在下乌马川松，向楚氏天族道喜。竟又是来道喜的，到底是有何喜事啊？众人满面不解，同时好奇不已。濮阳东流和乌马川松，那可都是太上长老级别的人物，连他们也都向楚氏天族道喜。楚氏天族到底有何喜事？可最令人惊讶的是，在此之后，竟然不断有各方势力的人物到场。不过短短片刻的功夫，陆陆续续，竟然有上百个势力汇集于此，有的是要拜见楚氏天族族长，有的也是前来道喜的。而这些势力之中，竟有左丘天族、上方天族、莫夷天族这样的势力，这可都是祖武星域的10大天族之一呀。这种情况下，楚氏天族的那些长老们都已经冷汗直流。这些人都是道喜而来，但又不说是因何事，他们都不知道是福是祸。只是面对这些来自各个上界的大人物们，他们真的是吃不消，不知该如何应对。诸位朋友，不知我楚氏天族何喜之有？终于，一道声音响起，数道身影也是随之而来，是楚氏天族族长以及楚氏天族的众位强者一同来到了此处。看来楚氏族长还不知晓九龙上界发生的事。忽然，一道声音响起，只不过那声音竟是自远方传来。回头观望，只见又有一队人马来，那竟是蛋台天族，而为首的那位更是蛋台天族的太上长老之一，蛋台引荐。这可是一位尊者巅峰的存在啊！见到蛋台引荐，楚氏天族族长也是主动上前施礼，问候一番后，才问道：“蛋台长老，来到我族也是道喜的吗？”“正是啊。”蛋台引荐笑道。此时，那些前来道喜的势力也都是面带笑意，他们就像是商量好了一般，都卖起了关子，都打着道喜的旗号来，却又不说是为何事。可是我族到底有何喜事？楚氏天族族长也是一脸茫然。楚兄，那楚风夺得了祖武10星的第1位，这样的事情难道还不算喜事吗？蛋台引荐说道。哇！此一时，莫说楚氏天族族长，就连那金石王族族长以及红氏兽族族长，包含大千上界在场的所有强者，都是吃惊不已。楚风他们自然都知晓，只是祖武10星第1，这是真是假？似是明白众人此刻的情绪，那蛋台引荐笑着对楚氏天族族长说道：“看来楚兄也是接受不了这件事，不过无妨，适应一下便好了，毕竟这是事实啊。”蛋台长老，难道我族楚风真的夺得了祖武10星第1？楚氏天族族长问道。在座的诸位亲眼所见，这还有假？楚风不仅夺得了祖武10星第1，还与灵狐鸿飞大战10日10夜，都未分胜负，最终与那灵狐鸿飞一同名列祖武10星第1。蛋台引荐说道：“什么？竟是与灵狐鸿飞未分胜负，同时名列祖武10星第1？”此时，众人面面相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话。楚风夺得祖武10星第1，已是让他们难以置信，更何况是与灵狐鸿飞并列祖武10星第1。那灵狐鸿飞可是当今祖武星域的最强天才，其实力之强，绝非其他小辈可比啊！当真，此事当真。此时，楚氏天族族长激动不已，连声音都在颤抖。
他只知道楚风随乌马天族族长前往了九龙上界，却根本不知道楚风是否参加祖武10星评选。如今忽然传来这样的消息，他简直就如同做梦一般，感觉是如此的不真实。楚兄，我理解你的心情，若非亲眼所见，连我们也都不会信。可事实就是如此，你族楚风之强横，连灵狐鸿飞都无法胜他，其他小辈在其面前更是毫无还手之力。你族有此后辈，何愁盛世不来啊？淡台引剑说道。与此同时，其他势力的长老们也是纷纷开口，还有人绘声绘色的讲述起当日的具体情况。这种情况下，大家真的是相不相信都不行了。一时之间，这方天地陷入狂欢，不仅楚氏天族族人兴奋的高声呐喊，就连大千上界的各方势力之强者也是兴奋不已。身为大千上界的修武者，他们也因楚风而感到自豪。可是就在大家沉浸于狂欢之时，却有2队人马显得格外的尴尬，那便是前来找麻烦的金石王族和洪氏兽族。没过多久，楚成空也回来了。倘若别人说的还让人楚氏天族的族人觉得如梦如幻，那么楚成空来说这件事，楚氏天族的族人便确信不疑了。毕竟楚成空的为人，他们是清楚的，这是一个很朴实的人。虽然他的修为不怎么样，可是他身上那份正直的品质却是当今世上少有。这样的喜事，又有这么多强者远道而来，楚氏天族自然要热情款待，立即决定举办盛宴款待这些远道而来之人。眼见形势不对，金石王族和洪氏兽族便准备趁着大家狂欢之际离开。洪兄，你不是找我有事，怎么就走了？可谁曾想，洪氏兽族与金石王族刚刚动身，那楚氏天族族长的声音便随之响起。他这一开口，所有人的目光都跟了过去。此一时，原本无人注意的金石王族和洪氏兽族成了在场之人所关注的焦点。楚兄，恭喜了！真是想不到你族竟出现了这样的天才，可喜可贺呀！洪氏兽族族长强挤出了一抹笑容。不过洪兄好像不是因道喜而来啊？楚氏天族族长问道。的确不是因此事而来，正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今日我来此处，其实是想与楚兄说一下我们当年的恩怨，便算了吧。洪氏兽族族长说道。那你刚刚为何要走？楚轩正法问道。今日你族大喜之日，我本想这件事还是改天再提。洪氏兽族族长说道。洪氏兽族族长若是因和解而来，那为何先前大吼大叫，且还言语之间还有侮辱我族族长之意？此时楚氏天族一位长老开口说道。正是，若是为和解而来，岂能叫我族族长滚出去与你相见？依我看，你分明就是前来找麻烦的。在此之后，楚氏天族多位长老依次开口，他们都是负责看首领的之人，所以对于洪氏兽族族长先前的话语，可是听得清清楚楚。搞了半天，你们是来找麻烦的，洪氏兽族也就罢了，金石王族，你们来凑合热闹。楚轩正法面露不悦之色。此时，虽然那些前来道喜的各方强者没有说话，可是却也是将不悦的目光投向了金石王族和洪氏兽族。金石王族和洪氏兽族对楚氏天族自然是不怕的，可是他们怕的就是这些前来道喜的势力。他们又不傻，已经明白只因楚风一人，楚氏天族在祖武星域的地位就将发生质的变化。毕竟早在当年楚轩辕崛起的时候，各方庞然大物对待楚氏天族态度的变化，他们都是亲眼所见的，所以他们很清楚，就算他们再不甘心，却也不能再与楚氏天族为敌了。至少现在不行，本想灰溜溜的走掉算了，不曾想却被带住了。此时真是不知该如何解释，毕竟先前那难听的话，他们也的确是说了，要怪只能怪他们自己太倒霉。本想兴师动众的前来问罪，为当年之事讨回一个公道，谁曾想遇到楚氏天族出现一个天才小辈，并且还夺得了祖武10星第一，连灵狐鸿飞那等逆天之辈都无法胜他，引得各方势力前来道喜。说的好听是道喜，其实不就是想搞好关系吗？其他势力也就罢了，10大天族都来了这么多，甚至就连淡台天族都派人来此。这种情况下，叫金石王族应当如何？就连洪氏兽族族长都是吓得屁滚尿流了。此时金石王族族长瑟瑟发抖，连话都说不出来，而洪氏兽族族长则是满脸的尴尬，一脸苦笑着，也不知该如何辩解。连2位族长都是如此，可想而知，那金石王族与洪氏兽族的族人此时是何心情？他们都觉得大难临头了。算了，洪兄，当年的事便算了吧。忽然，楚氏天族族长说道。族长大人，听得此话，楚轩正法以及楚氏天族的许多长老都是赶忙开口，他们都知道洪氏兽族今日来此就是来找麻烦的，不应该就这样放过他们罢了。就如洪兄所说，冤家宜解不宜结。洪兄，金石族长既然都来了，那便一同进来坐坐吧。楚氏天族族长说道。楚兄多谢。洪氏兽族族长冲着楚氏天族族长深深的抱了一拳，而金石王族族长也是赶忙抱拳施礼。他们都没有想到楚氏天族族长竟真的就这样放过他们。要知道，虽然楚氏天族不是他们的对手，可今日这么多强者来此，都是为了和楚氏天族搞好关系的。只要楚氏天族想对他们出手，这些人都不会袖手旁观。简而言之，若是楚氏天族想对付他们，他们2族今日都别想安然离去。所以说，眼下的结局是他们都没有预想到的。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金石王族族长只是觉得自己是逢凶化吉，可是在洪氏兽族族长来看，楚氏天族族长没有让他太过难堪，可谓是给足了他面子，而这个面子被他记在了心里。只是这一瞬间，楚氏天族族长在他的心中已从敌人化为了朋友，所以他那句多谢实则意味深长。楚风在吗？给小爷滚出来！可就在这时，忽然一道声音在人群之外炸响，忽然传来的声音顿时打破了所有人的情绪，人群散开，只见一个小辈屹立在那浩瀚人马之前，并且只是只身一人。哪来的小辈竟敢到此撒野？金
金石王族一位长老似是想讨好楚氏天族，看到只是一个小辈来找麻烦，便直接开口呵斥：“住口！”可谁曾想，他刚开口，金石王族族长便对其怒喝一声。起初，这位长老还不解，可忽然间他发现，在场的许多人看向那位小辈的目光，竟然都有些古怪。于是他开始仔细打量，直到其发现那小辈腰间的令牌之后，顿时身体一颤，瞬间冷汗覆盖全身，整个人都吓得瑟瑟发抖。这名小辈长得有些老成，明明还在100岁以内，可却已近中年面容。若非修武者感应能力强，能分辨出其大概年龄，怕是没人相信他是一个小辈。虽然的确是100岁以内的小辈，可他也有90多岁，并且从外貌来看，不仅相貌平平，还有些丑陋。穿的虽然华丽，可搭配却是有些独特，那个样子就跟个暴发户一样，毫无品味可言。至于气质这种东西，就更是与他这个人毫不沾边。但就是这样一个小辈，来到楚氏天族门前，当着众人的面出言不逊，可就连哪怕淡台天族的长老，却也都是不敢多言。他凭借的便是他腰间的令牌——神体王城。倘若说在祖武星域每个势力的令牌都是一张护身符的话，那么神体王城这张护身符堪称免死金牌。祖武星域，星域主界乃是当之无愧之霸主，10大天族名声更是响彻整个祖武星域。可神体王城、妖族圣城、祖武龙城这3个势力，却没有人敢不重视。3城不仅皆有至尊境高手坐镇，并且底蕴深厚，实力可谓深不可测，连星域主界的人都不会轻易招惹3城的人，就别说其他势力了。原来是神体王城的少爷孔田慧。楚氏天族族长说道：“孔田慧，难不成是神体王城城主孔雀神王的儿子？”众人面露惊讶之色。3城虽是隐世状态，相对较为神秘，甚至都少有人能够见到3城的高手，尤其是小辈更是少见。可对于3城之威名，在祖武星域却依旧传得响亮。人们都知道，当今神体王城城主便是孔雀神王，那乃是至尊境的高手。孔雀神王本就身体康健，又因个人爱好，导致其膝下子女很多，儿子女儿算在一起便有3000多个，这还都是名门正娶的妻妾所生，那些私生子都还不算，单单是100岁以内的子女就有几十个。但真正成才的不过区9人，其中2人最为有名，女子名为孔慈，男子便是孔田慧。更有传闻，孔慈与孔田慧之天赋非常料的，是少见的妖孽级天才，实力堪比当今祖武星域最强天才灵狐鸿飞。只因3城从不参加祖武10星之评选，才导致人们未曾见识他们真正的实力，甚至人们只是听闻过他们的存在，都未曾见过他的真面目。所以当楚氏天族族长说出孔田慧这3个字后，人们才会如此惊讶。实际上不仅是外人惊讶，就连那名神体王城的小辈也是目露诧异之色。你居然知道我？那名小辈看向楚氏天族族长的目光中涌现出一抹意外之色，而他这句话说出，也等于是默认了他的身份。他的确便是孔雀神王之子孔田慧。老夫有幸见过孔少爷，只是孔少爷不记得老夫罢了。楚氏天族族长说道。是莫良山那一次？孔田慧问道。正是。楚氏天族族长说道。那一年我不过9岁，而我今年99岁，距之当年已是过去了足足90载，想不到你居然还记得我。孔田慧说道。的确，当年孔少爷还是个孩子，相较当年，如今变化很大，可终究好是有着几分相似的。楚氏天族族长说道。拍马屁的废话就不用说了，我今日来此乃是挑战楚风的，叫那楚风出来。孔田慧面带讽刺的冷笑，那种高傲与自负，不仅仅是不将楚氏天族族长放在眼里，而是不将在场的所有人放在眼里。这样的孔田慧让大家感到不满，尤其是楚氏天族的族人，此时真的是被气坏了。只是碍于神体王城的威名，他们却是敢怒不敢言。至于外观的人们，自然也很不爽孔田慧这样的态度，只是毕竟这孔田慧是冲着楚氏天族来的，他们自然不会因楚氏天族而招惹没必要的麻烦。看来神体王城名声虽大，但是礼仪方面却是欠缺啊。可就在此时，一道充满讽刺的声音却忽然炸响。谁啊，如此够胆，竟在明知这孔田慧的身份后，还这样挑衅于他，甚至还讽刺到了整个神体王城。当这个声音响起之时，许多人都是好奇不已。可是当人们看清那位来者之后，却都理解了此人为何如此大胆。来者乃是楚风，楚风之胆量，人们都是清楚的，简直就没有他不敢做的事。可对方毕竟是神体王城的人，楚风却也敢这样说话，人们仍是替楚风捏了一把冷汗。你是何人，胆敢这样与我说话？果不其然，那孔田慧将那满是怒色的目光投向了楚风。我是谁？我不就是你要挑战的人？麻烦你下次挑战人之前，先做好功课行吗？楚风冷笑道。原来你便是楚风，还以为你没胆出来了。既然知道我是来挑战你的，那你可敢应战？孔田慧问道。其实不用他强调，大家也都知道，孔田慧今日来是来挑战楚风的。只是人们不解，3城的天才很少出山，其实是碍于他们各城的规定限制，为何这孔田慧就忽然来挑战楚风了？莫非是神体王城不打算继续归隐山林了？可好端端的，为何就要出山了呢？莫非是与灵狐天族与星域主界的对峙有关？只因孔田慧挑战楚风一事，便引得众人猜测不断。但人们更关心的却是，这楚风与孔田慧究竟是孰强孰弱？在众人的关注之下，楚风却是淡淡一笑道：“我怕你输不起，小爷输不起，小爷怕打得你满地找牙，哭着回家找妈妈。”孔田慧说话间，取出一物，手臂一扬，顿时光芒流转，那物化作一道圆形罗盘，横在了虚空之上。孔田慧一跃而起，站在了罗盘中央。你站到这罗盘之上来打我，我不还手，只要你能把我打出这罗盘，就算你赢。孔田慧说道。好狂妄！此时人们都觉得
这孔田慧实在太过狂妄，这罗盘的半径不过几百米而已，这个距离，只要一个强力的攻势，都可以轻易的将其击退。孔田慧胆说出这样的话，并且还是对于能与灵狐鸿飞战成平手的楚风说出这样的话，他何止狂妄，简直是自大。但同时，人们也不得不去想，这孔田慧既然敢来挑战楚风，他定是知道楚风在九龙上界做出的事，而知道楚风有何能耐之后，竟然还敢来挑战，自然是有备而来。那么他究竟是有着怎样的本事，才会如此嚣张？一时之间，人们体内的血液都仿佛沸腾起来。人们在想，难道三城之中真的有小辈逆天到了这种地步，连令狐鸿飞和楚风都不是他的对手？在众人惊叹于孔田慧这狂妄的表现之时，楚风的目光却凝视着那道罗盘。怎么不敢吗？孔田慧见楚风有些犹豫，话语之中讽刺之意越来越浓。此时人们也都将目光投向楚风，尤其是大千上界的人，目光中更是有着毫不掩饰的渴望之色。他们都渴望楚风能与孔田慧一战。那些前来道喜的，都是见识过楚风实力的，可是大千上界的这些人却不知道楚风如今到底有着怎样的实力。他们都想看一看这个一路成长的年轻人，如今到底成长到怎样的程度了。而此时便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你刚刚说什么？楚风终于把目光从罗盘上移回到了孔田慧身上。你要是不敢，就直说，不必装疯卖傻。孔田慧冷冷的笑道：不敢，我楚风的字典里就没有这两个字。楚风也笑了，他这是不屑的笑容。楚风身形一纵，便踏上了那罗盘之上。见楚风落在罗盘之上，孔田慧的眼中闪过一抹诡异，说道：楚风，你说了。他此话一出，人们皆是不解，不明白孔田慧为何如此确定的说出了这样的话。就在下一刻，孔田慧衣衫飘动，他那隐藏许久的修为也是在这一刻释放而出。一品尊者，这孔田慧的修为在一品尊者境，如此年纪便是一品尊者吗？太厉害了，不愧是神体王城当今最强小辈。感受到孔田慧的修为后，大千上界以及楚氏天族的许多人都是目露惊叹之色，尤其是楚氏天族的族人更是替楚风而感到担忧，甚至就连金石王族和洪氏兽族也感叹着孔田慧的厉害。当今祖武星域大部分所谓的天才，其实也都只是在天仙境而已，能在武仙境的那都是堪称妖孽级天才，至于尊者境，那就更是超乎想象。毕竟金石王族族长也只是一品尊者呀。金石王族族长修炼这么多年，又是一方上界统治者，身份地位都不用说，并且他可是从小也被赋予天才之名的人，但修炼这么多年也不过一品尊者而已。可现在一个100岁以内的小辈却也是尊者境，这让人们怎能不惊叹？这天赋的差距当真是让人们羡慕不已。不够啊！然而在众人惊叹于孔田慧的修为之时，却也有人摇头叹息，那是来自各方势力的人，他们都亲眼见识过楚风与令狐鸿飞大战的人，他们承认孔田慧这个年纪能有这个修为，的确堪称逆天。若是孔田慧挑战的是祖武十星中的其他人，自然可以轻松获胜，只是可惜他挑战的是楚风的话，在这些人眼中，一品尊者还远远不够。毕竟身为2品尊者，并且还掌握着那么多通天手段的令狐鸿飞都无法战胜楚风。你刚刚说我输了，何以见得？楚风问道。你我修为的差距一目了然，你自己说呢？孔田慧讽刺地看着楚风，就像看待一个小丑一般，目光极其惹人厌恶。可面对这样的孔田慧，楚风却是一点也不生气，而是问道：是不是让你离开这罗盘范围，我就赢了？对，就是如此，你可以试试。孔田慧耸了耸肩，那叫一个自信，此等模样就好像是你楚风随便出手，要是能把我击退半步，都算我输一样。很好。楚风说话之间，意念一动，磅礴的结界之力便释放而出。这结界之力好强，楚风结界之力一经释放，在场众人的目光便被深深吸引，那是圣级结界之力，自然很强。淡台天族的那位长老说道：哇，圣级结界之力，那岂不是说？众人神色复杂，甚至有人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祖武十星评选之前，天机尊者曾做出预言，在九龙上界的冰顶峰上会有祖武星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圣袍界灵师出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楚风小友。楚风小友不仅成为了祖武星域有史以来的最强界灵师，还破开了冰顶峰上界灵仙王遗留下的阵法，得到了那传说中的宝物九龙圣袍。淡台引剑再度开口，他此话一出，莫说旁人，就连楚氏天族族长也是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他早就知道楚风天赋异禀，可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楚风会成长得如此之快，修为突飞猛进也就算了，结界之术更是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圣袍界灵师，甚至还得到了界灵仙王所留下的至宝九龙圣袍。比之当年楚轩辕从小就逆天的表现而言，在楚氏天族族长看来，楚风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便可如此快速的成长，更为惊人。可就在这时，楚风却忽然身体一颤，随后倒退数步。楚风，目向楚风，楚氏天族众人皆是满面忧色。此时楚风不仅脸色苍白，他所释放的结界之力竟然被吸走了。吸走楚风结界之力的正是其脚下的罗盘。罗盘有诈。猛然间，人们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